那么现在出现了问题，就是在这些新概念特别火热的这几年吧，半导体工业中却出现了一种钱流的翻转。主要原因是什么？就是指导半导体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最重要的规律——摩尔定律，即将不行了。说到摩尔定律，我想大家可能都知道，摩尔定律是1965年这个英特尔公司的创始人戈登·摩尔他最先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可以说是一种预测他认为半导体工业中间这个芯片上集成的这些电子元器件，将在未来每过18个月到24个月可以翻番也就是计算功能会越来越强大。同时，就长远趋势而言，硬件会越来越便宜。他提出这个规律的时候，当时很多人都不相信，每过18个月翻一番，这个速度太快了未来能够持续吗？所以当时有很多人持怀疑态度。不过回过头来看，半个世纪之后，你会发现摩尔定律竟然是惊人的准确。假如当年没有这个摩尔定律，我们现在所熟知的一切，像计算机互联网还有这个手机，还有刚才我们所说到的一切新概念，那还不知道猴年马月才出现。所以摩尔定律应该是整个半导体工业中最核心的一个指导性的规律。不过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形成了共识，摩尔定律恐怕在未来6、7年之后就将走到它的极限它的大限到了。我记得去年这个美国的《自然》杂志专门有篇文章谈到了这个问题，讲到摩尔定律发展的极限问题，以及这个极限到来的时候将会对全球的半导体工业形成巨大的冲击。其实如果我们细心的朋友观察周围的这个计算机销售的情况，就已经能够感觉到了你比如说按照摩尔定律吧，2015年的时候，大家就在期盼英特尔公司推出的10纳米技术的 CPU但是左等右等出不来，到了2016年还没有推向市场，2017年现在还不能大量的供应，估计大批量供应要到2018年了。可以说，英特尔公司已经违反了摩尔定律。当然了，虽然一些其他的半导体公司推出了10纳米技术，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英特尔公司是整个半导体工业的心脏，而半导体工业又是驱动整个 IT 革命的心脏和主要的驱动力，那英特尔公司违反摩尔定律这个事情就不是件小事儿了可以说是影响未来半导体工业发展长期趋势的一个重大的事件。大家可能会问，既然在过去半个世纪之内摩尔定律都高度的准确，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怀疑它是不是可以持续呢？的确我们如果从历史上来看，在不同的时间段，摩尔定律都差一点失效，就是因为当时碰到了各种各样技术问题、工艺问题，还有经济成本问题等等，差一点把摩尔定律逼上了绝境。不过每到关键时候，这些工程师们都会发挥那种天才的想象力和解决问题的创造力一次一次的把摩尔定律给挽救回来。不过这次跟以前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因为这次半导体它的技术已经发展到10纳米了。10纳米什么概念？10纳米应该说比绝大多数病毒还要小。如果按照这样的发展速度来计算的话，那么到2023年，根据摩尔定律的话，半导体工业它这个精密度将达到2到3纳米。2到3纳米是多大呢？大概是10个原子并排放的这个宽度到达这个宽度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宏观的物理学的很多定律就失效了，因为你现在开始深入到微观的量子力学的它的地盘上了。我们都知道，在这么小的空间里面，量子力学发挥作用的时候，电子的运动将会完全失去稳定性，它就没有规律可言了也就是这次半导体是深入到了量子力学的地盘，它真正是遭遇到了物理上的极限。在这个极限上，半导体的传统的做法，你无论是在工艺上下功夫，还是在资金上投入，你没有办法去克服这个瓶颈。这次摩尔定律是碰到了物理的极限。当然了，还有很多人想挽救想拯救摩尔定律，把它挽救回来。办法呢也有很多
你比如说，半导体的物理极限达到了小到这个程度，那么我们能不能发展3D 技术啊？也就是以前在芯片上你都是这个平房，我先把平房改造成楼房，行不行？啊，你比如说三星啊，他们就在做这个事儿，把它的内存叠加起来，搞成3D 的芯片。这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思路啊，因为摩尔定律啊，它遭到极限有2个原因：第一是它碰到量子力学这个问题，第二是你这个电子运动在半导体元器件中会产生热量，这个发热问题是个大问题。叠加搞3D 这个思路可以有效的缓解这个发热的问题，但是只是对于某一些元器件管用，比如说存储器。存储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你在存和取的时候，只有在那一个瞬间才用一点点电，所以它的发热问题并不明显。你可以把平房搞成高楼大厦，问题不大。但是 CPU 就麻烦了，你要是把8个核的 CPU 也搞成高楼大厦叠加在一起的话，那是在制造火灾呀，因为它的运算量特别大，就是电子运动特别频繁，所以它产生的热量是难以用很好的办法去把这个热量排散掉的。这个就是我们看到3D 工业它发展到一定程度，它也会遭到极限，在某些领域中是不适用的。当然，还有人提出，我们是不是可以发展新的材料来取代半导体呢？比如说石墨烯，啊，这种就是一种新的取代半导体的这种材料，啊，还有碳纳米管也是类似的思路。也有人提出，我们干脆搞成这个利用电子自旋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电子流动它一定会发热。如果电子自旋，你比如说你顺时针转，这算1；反时针转，我算0，啊，我不让电子流动，不就彻底的解决了半导体发热的问题吗？这个思路当然也可行。还有人说，干脆我们来个革命性的，我们发展量子计算机，我们发展神经元，模拟大脑神经元的这种超大规模并行处理的这样的一种算法和这样的一种网络式的计算机啊，行不行呢？可以说各种尝试都有，但是到目前为止，不管哪种尝试，离开实验室的大门至少还有5年的时间。而且你即便是离开实验室，开始投入商业化，你到产业化布局还需要多长时间呢？那至少还需要几年时间吧。你比如说，你如果不用硅了，你要发展全新的材料，那全球半导体工业的整个的布局和构架就得全部推翻重新来。你要重新形成一种新材料，比如说石墨烯，全球的生产体系和它的配套体系，这需要多长时间呢？而我们所说的摩尔定律大概只有6到7年时间。你在这么短时间之内走出实验室，完成商业化，到完成工业化，全球生产体系重新布局，这个时间是无论如何不够的。因此，我们现在可以断定，摩尔定律现在是到了应该给它准备后事的时候了。关键是摩尔定律这个倒词该怎么写？究竟什么是摩尔定律？它是一种物理学规律吗？当然，显然不是。有人说它是像一种心理规律，其实也不是。它当然同样也不是一个经济学的规律。在我看来，摩尔定律更像什么呢？更像咱们发改委制定的5年计划。5年计划后改称5年规划。关注宏观公众号，加入宋鸿兵大脑特训营，宋鸿兵亲自教编，深度互动，带你直击全球前沿领域。它是全球半导体工业搞的一种高度精密组织的计划经济，可以说，没有这套体系，就不可能存在摩尔定律，啊，所以我认为摩尔定律它是一个计划经济的一个非常经典的这么一种特殊案例。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就是因为摩尔定律它符合
计划经济的很多特色，啊，你比如说，它是生产驱动消费。当1965年摩尔提出这个他的预测的时候，当时正值这个半导体工业就是集成电路吧，高速发展的阶段。那时候集成电路刚刚出现6年，所有行业碰到集成电路这么一个新概念，都是无比的兴奋啊！不管是这个收音机、电视机这种家电产业啊，还是这种汽车啊、火车、飞机啊这种交通工具，还有军事的控制系统啊，各行各业，大家碰到了集成电路这样的一个新概念，碰到了芯片这样的新概念，都无比兴奋。所以那个时代对半导体的需求是非常的旺盛的。也就是说，你不管生产什么，只要你生产出来，立刻被市场抢光，而且你的生产永远赶不上需求增长那么快。这是一种典型的什么呢？就是我只要生产，我根本不需要考虑市场，市场我有什么它就会买什么，这个就是典型的生产驱动消费。那么再往后呢，这个70、80年代之后出现了 PC 机啊，当然 PC 机对于集成电路，特别是对于这个微处理器、对于存储器，对这种芯片的需求就爆炸性的成长，发展特别快。但再加上网络，再加上通讯的革命，这对半导体工业又带来了一种巨大的刺激啊！因为你的生产量，这个集成度越高，生产量越大，成本越低，那么你就会刺激这个市场需求更大，所以它是在一个正向循环中，规模越来越庞大，投资就能赚钱。所以这个时代是半导体工业的黄金时代。90年代之后有了互联网，再往后到了21世纪的这个头10年，又出现了智能手机这样的杀手级的应用。所以就整个半导体工业发展这50年来看的话，它始终是处在一种高速发展阶段啊。从这个一开始到现在50年以来，它暴涨了300倍。虽然在这个阶段中也出现过好几次经济危机，但是对于半导体工业来说都没有伤筋动骨，而且危机完了之后，它复苏的特别快，而且接着高速发展。那么在这段阶段中，你会看到半导体工业成功的关键是什么？关键就是各行各业都需要半导体，都需要集成电路，但是五花八门的产业需要的这种集成电路却仅仅局限在少数几个品种上。你比如说 CPU、微处理器、存储器啊、内存，包括逻辑电路，这3样就占了整个集成电路市场的70%。所以这非常符合生产驱动消费这种粗放经济发展的这种模式。我只需要生产少数几种产品，但它的量非常的大，所以我的投资就能获得惊人的利润。哎，这个是半导体工业成功的关键。但是在半导体工业高速发展的这50年中间，其实也暴露出来越来越多的问题。主要是什么呢？就是你生产这么高性能的，而且越来越快的，计算能力越来越强大的硬件，有这个必要吗？有这种真实的市场需求吗？这个问题啊，过去半导体硬件生产商是不关心的，因为它只要生产就会有需求，一定会有人抢。其实客户本身他也不关心，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这些软件公司，比如说这个为生产这个芯片，你生产出来之后，我们要开发很多应用软件，这些软件公司以前不关注这个问题，主要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硬件发展速度会越来越快，所以我重新写软件的必要性不大啊。他们本来应该怎么做？就是市场中如果出现那种新的高性能的芯片，好，这个时候他应该去调整自己的软件的写法。你比如说市场上出现双核 CPU 的这样的芯片很好，因为你可以并行处理了。那么这时候软件商应该重新写很多这种应用软件。以前你是为单核 CPU 写，现在出现了双核，那很多算法就要重新写啊。重新写之后，你可以充分利用硬件，使得这个效率更高。但是软件生产商不这么干，主要原因就是他预期，由于有了摩尔定律，我预期2年之后可以出现更先进的芯片，运算速度更快，价格降得更低，可以出现4核，再过几年出现8核。所以既然这样的话，我为什么还要重新写我的软件呢？我就将就着我很烂的软件，我仍然可以在越来越先进硬件上得到充分的补偿啊。这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是通过
这种硬件的这种改进，就是通过这种暴力的运算力来完全忽视软件的改进。这其实就意味着你形成了巨大的硬件性能的浪费和资源的浪费。这意味着什么？这跟我们平常所说的计划经济中那种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有什么差别吗？你如果煤炭价格特别便宜，我为什么发电厂我要提高能源效率呢？没必要，因为煤炭太便宜了啊。如果你劳动力特别便宜，我为什么流水线要用机器人呢？我要用自动化生产线，没必要，因为人工足够便宜。如果我生产雾霾没有任何成本，我为什么要安装那种价格非常昂贵的环保设备呢？其实你会发现道理是相通的。过去50年半导体所走的这条道路，在我看来是一种简单粗放的啊。当然，大家可能会觉得违反直觉，它明明是越来越密集，但是从经济模式来看，它是粗放的。它只管自己不断的投资，不断的扩大这个运算力，而从来不给这种市场的需求留下太多的这个思考啊！我不考虑市场需要什么，我只考虑我按照这个我的生产计划，每过2年我让它的运算力加倍就可以了。市场你们需要什么，我不关心啊，这跟我没关系。这是过去发展的长期的一种态势，也正是由于这种态势，使得整个的我们看到半导体发展这个工业发展过程中，它是越来越强调这种速度、运算力和它这个精细度啊，10纳米、7纳米，再往后是5纳米、2纳米或3纳米等等，它一直朝这个线路发展啊。但是在我看来，当你真正走到极限的时候，也就是半导体成本开始上涨了，你发展不下去了，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逼得你从这种粗放的思路转向精密的思路啊，这就是生产模式和整个工业发展的模式要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当然，我们说摩尔定律它更像计划经济，除了刚才所说的它是靠生产来驱动消费，靠一种硬件的粗放扩张来促进这个行业发展的话，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啊，就是半导体工业的确存在一个类似于发改委的全球 IT 的一个计划和组织部门。为什么？因为半导体生产它是高度复杂的一个生产的一个流程。你比如说芯片，你要制造芯片，芯片这个东西极其复杂啊。你比如说在10纳米这样的一个尺度上，全部生产工序高达1300道，要到了7纳米会增加到1500个生产工序。整个半导体工业上下游牵涉了很多行业。你比如上游行业有什么？你得有半导体原材料供应商，你得有半导体设备的生产商，你还有晶圆的供应商。这些庞大的企业，它必须要准时的供货，不能掉链子。任何一个环节掉链子，整个这个行业都会塌方啊！你比如说半导体原材料，日本的这个信越公司，只有它信越化学这一家公司能够生产高纯度晶，它的生产量最大。它是主要供货商，它能够精密到什么程度？半导体这个原材料的这种硅晶体，它的纯度要高达99点后面9个9，这是什么概念？就是10亿个硅原子中间只允许出现1个杂质原子。这么高的纯度，除了日本人之外比较变态了，其他国家没有几个国家能生产出来。这个就是少数这个行业中间的一些绝对的垄断地位的这些巨头们，它不能掉链子。如果它不能大量的准时的提供这种原材料，所有的半导体工业全部歇菜，摩尔定律就失效了。除了它之外，还有这个荷兰的艾斯摩尔公司，它是专门生产最高精度的光刻机啊，全世界就它一家能生产，它是绝对的这个垄断者。好。那么你在我这个摩尔定律发展过程中，我这个指定的节点，你如果不能准时给我提供更高精度的，比如说7纳米的这样的一种光刻机，那我所有的行业不都瘫痪了吗？所以你会看到它在整个生产系统中间需要上下游的配合。你要生产芯片，除了这些之外，你还得有芯片设计商，专门设计芯片的，自己没工厂的，这还有一大批人，他也要准时给你提供生产的设计图。
提供生产的这样的一种标准的东西，你才能够加工啊。除了这个之外，你还涉及到生产完芯片之后，还有下游的封装，还有测试。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与之相配套的大量系统集成商，等待芯片把它集成到自己的这个系统中间去，向市场供货。除了这些之外，还有更外围的软件设计商。你有了这些产品之后，我要为你这个产品根据芯片的特性要写软件，还有一大帮人。我们以前上大学的时候，这个专门写过，比如说当年的 Z80啊，它是一种芯片。那这个东西很复杂，你必须得知道它有多少只角，每个角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你得为它专门写汇编程序啊，就是直接能够控制这种芯片的每个角的电路的程序。在此之上才是调用它的什么 C 语言或更高级的语言，它是一层一层调用，所以底层这帮人也很重要。底层这帮人就得非常清楚知道这种芯片它的特性。甚至包括一些具体的一些电路方面的东西，它都需要掌握，否则它没有办法配套。更复杂的是，这么一整套系统分散在全球不同的国家，啊，你比如说生产商、高端生产商，美国、日本啊，还有这个欧洲的荷兰，还有这个德国等等，这些是高端的生产设备商，还有原材料供应商，还有晶圆，还有代工厂等等，这么多个国家参与了这个进程，任何一个人不能掉链子。美国，你比如说它在进程控制上、控制系统上，它最先进；在缺陷检测系统上，它也最先进。好，任何一个环节掉链子，不管是你是日本的，还是美国的，还是荷兰的，还是这个台湾台积电啊，任何一个地方掉链子，全球产业立刻瘫痪。所以你要协调不同区域的无数的厂家、硬件的、软件的。上下游的这么多企业合作在一起，就必须需要一个高度精密的组织管理体系，制定详细的计划。啊，谁来做这个事儿？这就是1991年美国的半导体工业协会承担了这个任务啊。他们把这个全美国几百个代表不同公司的工程师还有技术专家请到一起来，大家一块儿来设计未来我们这条路该怎么走。所以他们制定了5年计划，叫路线图。这个路线图就规定在下一个时间节点，摩尔定律，比如说2年以后要出一个什么新产品。好，全球的所有的公司必须围绕这个时间节点，精确的估计你的生产能力。比如说你这个晶体厂啊，你这个晶体生产够不够？生产能力不够，马上投资建新工厂啊。你的光刻机能不能达到这个设计标准？你不能掉链子，你掉链子我们大家都完蛋。每个包括软件啊，软件这个开发商，他都要根据这个时间节点来提前做准备，包括市场的营销、市场的策略，包括所有的配套这些组织，全部要围绕这个时间点来做所有方面的生产计划、研究计划，还有布局啊，商业上的这种布局。所以你会看到，它是一个高度精密化的。这么一套组织管理体系具有高度的计划性。为什么说它是全球计划经济中独一无二的这么一种特例？因为除了半导体工业之外，其他全世界没有任何一种产业是实现了这么高度精确化的计划经济的啊，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奇特的这么一种特例。假如没有这套组织管理体系，就不可能有摩尔定律的存在，因为你全部要靠这种组织体系和计划经济来帮助你实现一步一步的时间点的这样的一种布局，这样的一种生产，啊，到了1998年之后呢，这个美国半导体工业又把全世界，比如说日本的生产厂商、荷兰的生产厂商，还有台湾的很多设计公司，包括这个台积电这种芯片的这种代工厂，全部召集到一起来，啊，大家从1998年之后制定了半导体国际路线图。根据每2年一个节点，精确地设计每家公司参与到这个计划中，你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职责，你要保证什么样的生产的规模，你的这个科研要提前完成到什么程度，否则的话，这套体系没法运作。如果我们把这个摩尔定律作为一种计划经济的样板，你跟咱们做的5年计划相比的话，你会发现它这个计划的精确度、执行的力度和它的准确性都比我们这要强出一大块，啊，所以
半导体工业是个非常值得研究的一个特殊的计划经济的一种样板。那么现在半导体工业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它这套计划体系开始失灵了。原因就是市场出现了碎片化的趋势。以前好办 ，PC 机的时代，它需要就这么几样啊 ，CPU、存储器，我们就拼命的生产，不断的投资，把精确度越做越高，把精密度从多少纳米做到多少纳米，完事儿了。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出现了这么多细分化的市场，手机、智能手机，这是个全新的市场，这跟 PC 机完全不同啊。然后你还出现了物联网中间的很多传感器，工业这个生产过程中出现了机器人，你还出现了无人机，你还出现了自动驾驶，你还出现了人工智能。好家伙，整个市场出现了越来越不同的这个区块，它碎片化了，而每一个细分化市场都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要求。所以过去那种集中资金、大规模投入，然后我只追求运算力，只追求它的这个纳米多少纳米，这套东西就失灵了啊！因为你在一个比较小的市场中，你没有这么大的规模，你没有这么大的需求啊。以前一个大市场啊，你只要投资，批量大了，几十万片出去了，钱赚回来了。现在这个小市场，它可能就需要几万片或几千片，怎么办？这个时候你这么大规模投入，还能不能赚回钱来？这叫打问号了。这就是我们看到为什么在 PC 时代，英特尔公司是老大，因为高度集中啊，这个需求都一样，大家就需要 CPU， 我就集中加强它这方面的投资，我加大产量就可以了，我就能赚钱了。现在智能手机出现之后，突然冒出个高通，这个是完全没有想到的啊，因为移动手机它最大特点是什么？它要求无线通信能力。你这英特尔以前主要关注啊 PC 机它不动啊，笔记本它也不动，你没有考虑到太多通讯的问题。而新的智能手机出来之后，人家高通公司从80几年开始就研究无线通信，所以这方面是它的基因，它一开始这就是它的专长，所以它在进化这个移动芯片的时候，它就比你更具优势。这样一来，半导体工业出现了2个精神领袖啊，一个英特尔，一个高通。好，那到底听谁的？好，这就陷入了思想混乱和整个生产布局的混乱，还有包括这个计划的混乱。我到底跟从谁？好，再往后发展，你会发现又出现了新的行业。那么这个时候，这个英特尔这个老大的位置，他做的就很难受了。以前他敢砸钱、敢投入，就是因为只有我这个方向，没有其他方向，所以我可以猛投资，高举摩尔大旗，所有人都跟他投，所有人都根据他这个计划来做不同产业部门的计划，这没问题。但现在如果你发现 PC 机的市场在萎缩，啊，连续6年萎缩，而手机这个行业在放量增长，此消彼长，领导地位发生了变化，这就是为什么英特尔公司在投资去搞7纳米或更小这个时候，他很犹豫了。我砸这么多钱进去，如果这个市场在缩减，我这钱能捞得回来吗？这个时候，当他这么一犹豫一分神，摩尔定律它的稳定性就会受到质疑。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市场越是细分化，英特尔公司对于他扛旗的这个摩尔定律，他越是不敢做以前那种大规模的投入，信心越是动摇。他现在唯一能够依赖的就是云计算所需要那种大规模的服务器的这种运算的功能，这还是符合摩尔定律的，因为它要求速度越来越快，需要运算力越来越强。除了这个行业之外，那其他的行业怎么办？所以你会看到英特尔公司现在正在非常纠结这个问题，它到处在找新的芯片发展的空间啊，比如说无人机，它就很看好；比如说其他的这些领域，它就猛投资，就是为了找到新兴的能使芯片生产量放量增长，像 PC 机那样的一个增长的这样的一种空间的这种产品。当然，我们现在很难设想，你比如说无人机的发展能够强大到跟 PC 机对芯片的需求量应该不是一个数量级的。所以现在英特尔它这个老大的位置越做越艰难。那是不是说高通公司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呢？因为它生产是无线芯片，是无线的这套东西。我们说发展物联网也好，或者搞智能手机也好，或者任何的东西也好，未来一定是走向无线化啊，
一定是需要无线通讯。但是你会发现，未来这种物联网传感器和这种精密的穿戴设备的这种东西，对于过去的芯片的需求是完全不同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东西它的体量都很小，都是微型化，而且往往是在这种环境比较恶劣的地方，比如说在沙漠、在高山、在海洋或者在人体之内，这种地方体积小、受限制，所以它就不能够依赖电池供电。那么它对它的能源的需求、能量的需求是一个最根本的、最尖锐的挑战。你没有能量供应怎么办啊？那你只能靠一种新的能源能量取得的方式，比如说你靠太阳能、靠风能、靠周围震荡的这种微弱的能量，或者靠电磁场产生的这种扰动，那么一点点能量就能够驱动你整个元器件。这个需要完全不同的设计，完全不同的工艺的思路。这玩意儿就未必是高通所擅长，所以你会发现，随着这些行业的发展，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黑马。你比如说，华为有可能突然就跳起来了，斜刺里杀出，把物联网这个大单给抢走了。他去发展物联网这种新的芯片工业，把它做成了一个很大的市场，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可能。当然了，未来还有一些新的平台，你比如说自动驾驶、无人机，这属于一种芯片平台，在上面可以集成很多很多种应用。所以在这些领域中，一定会出现半导体的新老贵族之间的 PK。英特尔还有高通肯定会在这个领域中血拼到底。除了这个之外呢，还会涌进新的黑马，这就是人工智能的这种芯片的供应商，有可能会跟新老贵族在这个领域中展开这种血拼。说到人工智能的芯片我记得我以前讲过，人工智能现在看人工智能，就好比是1890年看电气化进入美国工业体系，它大概30年之后引爆了整个电气化的革命，或者也比较像1971年看微处理器第一次被发明出来进入商用，它在25年之后启动了 IT 革命。现在智能芯片非常有可能是在未来30年这个时间段里面，成为半导体工业一片最大的新兴的应用领域。但是谁能成为这个领域的老大，现在恐怕谁都不敢下这种断言我们现在说不清楚，未来有可能是老的，也有可能是全新的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在整个半导体工业中间，在一个市场越来越细碎化、越来越碎片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发展之下，出现的全新的问题。应该说摩尔定律在过去的50年中间人们围绕摩尔定律组建成了一套半导体工业的强大的中央的组织和计划体系，所有人都围绕摩尔定律，围绕这个时间节点来部署自己的投资计划、生产计划、科研计划，包括市场推广计划这一切都是围绕这个事儿在做。所以我们可以说，摩尔定律就好比一个半导体工业的心脏，它的跳动节律驱动着半导体工业的所有的产业跟着它一起跳动。但现在的麻烦在于，由于大家市场碎片化了，很多大佬们觉得摩尔定律可能不太适用了，所以他们离开了这个路线图，搞自己的未来发展规划。形象说，这个过程好比是摩尔定律这个心脏出现了严重的心律不齐。那么围绕这个套心脏体系驱动的所有的半导体的各个部门的这种产业，都会受到心律不齐的强烈的这种影响，它会很难受不知道未来向何处去。每个厂商现在都被推到了一种没有规律的、不知道未来的一种市场的洪流之中，他们不再为一种中央的计划而服务，而是要自己在市场中去寻找新的生存的机会。这是现在半导体工业未来发生巨变的一个前夜。摩尔定律终将死去，但半导体工业的科技创新却不会因此而退潮，它将从围绕一颗心脏频率跳动，转变成由千百颗独立的小心脏单独驱动也就是摩尔定律越来越走向它所创造的 IT 革命战略目标锁定成中国，我要把中国当成主要对手，你们去做这个事儿。这些人就傻了，中文都不会对中国的情况完全两眼一抹黑，你让他怎么搞，人手也不足。
所以他们会本能地产生抵触。所以从这些现象中，我们会发现，你在考虑任何大的问题的时候，大的战略的时候，一定要落地啊，一定要接地气。你只有深入去分析他们的人员构成，脑子里面在想什么，你才会发现为什么这些人会坚决反对特朗普去跟俄罗斯和好，啊，因为你这么干就等于是砸了我们很多人的饭碗呐，这个东西是不能容忍的，啊。那么军工复合体的情况呢，比情报圈要复杂，因为情报圈一共就10几万人，当然他们人数少，能量大。军工复合体的规模是非常巨大的啊，它主要涉及到几个部分，核心部分就是军队啊，当然这是主要的，还有什么呢？还有军工厂啊，还有就是军事科研单位啊，就是搞军事研究的，也包括各个大学拿国防部这种拨款的啊，这些大学搞的实验室也包括在内，这是属于核心圈的。在外围呢，还有什么呢？就是国会议员呢，因为很多州都是靠国防工业的，所以这些议员显然要代表本州说话，他们也是这个利益群体中间重要的一环，因为他们要批预算，他们要搞立法嘛。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什么呢？战略智库这些智囊们也很重要，战略智库出报告是影响决策的。还有呢，就是这种院外的游说集团啊，因为他们代表各大利益集团要进行国会的这种游说，所以他们组成了一个庞大的一个网络啊。这个网络通过，比如说啊这个战略报告啊，通过政府的预算，通过立法，然后再通过这个旋转门，然后我的人到你那去，你的人再到政府中，政府人再到企业界，然后有效的把这套体系组织了起来。所以这个是军工复合体跟情报机构它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是一个松散的啊，但是是通过各种这个粘合剂组合起来一个庞杂的一个体系，但它规模更大，涉及到的人更多。那么军工复合体这套制度是什么时候崛起的呢？主要是2次世界大战啊。我刚才说过，美国在2战之前啊，它整个的政府规模都是偏小的，是袖珍型政府。2战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切啊。在2战中，美国的军工体系获得了巨大的订单啊，要搞生产，所以说需要招很多人。军事机构加上军事工业生产部门，一共雇佣了劳动力达多少？达到1000多万人啊！美国当年大萧条，失业很严重，有700万人没工作。好，这一开始打仗，好家伙，雇了1000万人，还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劳工短缺。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时代，像妇女啊，像黑人啊，这些传统意义上在重工业部门根本找不着工作的人，现在也纷纷到军工厂去干活了。哎，所以他在那个阶段中获得了巨额的订单和好处，大部分国防经费啊。一共花了多少？美国在战争中一共花了4000亿美元啊！4000亿美元，这可是天文数字，当时是金本位，不要忘了。所以大量的这个军火订单集中被10几家军火商吃下来，所以这些人一下就赚了很多钱，影响力暴增。那么在这个2战过程之中啊，你比如说现在军工复合体的一个重镇加州啊，就是在那个时候崛起的。在2战之前，加州跟美国所有的州一样啊，就跟西部这些州一样，不过是个偏远落后的地方，跟中国现在西部的情况差不多，也没有什么大城市啊，像洛杉矶这样的超大都市，当时只不过是个中等城市，只有什么好莱坞这电影业，少数几个产业啊，根本就不算什么特别好的这么一些产业集群，也没有什么大量的重工业。美国当时所有的工业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中部5大湖地区啊，西部呢？特别是在加州和这个西海岸很多地区，是工业基础非常落后，基础设施也很落后啊，公路、铁路、桥梁、码头、机场，一塌糊涂。是什么改变了加州命运？是2次大战啊，因为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美军要跟日本在太平洋上作战，这就涉及到一个军需补给的运输问题。假如你军事生产的重心是在东部或者在中部，军舰是在东部造船厂来修的话，还有这个枪炮弹药、坦克，那么你就涉及到一个漫长的越过整个大陆运到西海岸这样的一个交通运输的问题，成本太高，效率太低。所以联邦政府说啊，与其这样的话，我们还不如投重资在加州兴办各大军工厂。所以在整个战争期间，所有战争经费的10%是流入了加州啊，也就是400亿美元给了加州。现在我们听起来400亿美元好像不是什么大数
啊。但是刚才我说了，这是金本位的400亿，如果按照占 GDP 的比例来核算的话，相当于现在3万多亿美元啊，这是一个天文数字的投资。所以加州一下新修了很多像造船厂、造军舰的啊，飞机制造厂啊，然后还有这个各种各样武器装备生产啊，码头啊、军港，还有铁路、道路、桥梁、机场这些全面的改善，特别是军事技术的研发也放到了加州。你比如说半导体啊、雷达呀、最早的计算机呀，为什么加州会出现硅谷？没有第2次世界大战就不会有硅谷，就是因为大量的政府投资带动了加州这个军事工业的兴起啊。因为大家从加州出发，这个军舰直接就能够开入太平洋跟日本作战啊，那当然是省时省力了。所以加州在这一轮兴盛中变成了军事工业的一个重镇啊。这一直到现在，为什么加州始终是这个军工复合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这个原因。随着2战的结束啊，这个军火集团他们的好日子就快到头了啊！因为2战刚刚宣布停止，几天之内，政府就取消了300多亿美元的合同，300多亿，按照我们刚才 GDP 比例的算法，相当于现在2万亿美元的订单没了。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军工复合体这些人军火商们，那真是心疼的满地打滚啊！这么大一笔到手的这个财富就流失了，所以对他们来说，战争如果能够永远的持续下去，这事儿该有多好啊！所以由于他们已经在战争中赚了大量的这个财富，拥有着强大的游说政府的能力，他们就一定会施加这种能力啊，就是开始游说政府，开始左右外交政策。军工企业这个集团啊，军工复合体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第一次重大影响就是朝鲜战争啊。我们都知道，朝鲜战争爆发于1950年的6月。其实我们会看到啊，这个在1950年的1月的时候，美国当时的国务卿艾奇逊已经宣布了美国外交政策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只防卫阿留申群岛，然后日本列岛，然后这个还有菲律宾这边啊，他其实已经有意的把朝鲜半岛和台湾放弃了，就在我们的防御圈之外。哎，中国你要想收回台湾，你就去拿好了啊；北朝鲜你要想统一南朝鲜，去打好了啊，基本上是这样的一种态度。这是1950年1月的事儿。但是到了1950年4月，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啊！这个巨大的变化就是啊，美国当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搞了一个文件啊，当然这是在游说的这帮军火商的游说之下，搞出了这个68号文。这个68号文件，当然他当时还没有预测到朝鲜战争即将爆发。他们当时提出就是美国现在国防军费开支太低了。我们强烈要求军费增加3倍，要保障美国在任何情况之下都有绝对的领先这个地位。增加3倍是什么概念？就是1年军费要达到400亿到500亿美元这个水平。美国当年 GDP 是多少？1950年3000亿美元。你要搞400-500亿美元，这相当于 GDP 比例相当于13%到16%。好家伙，这简直是不可思议！这是完全是这个很疯狂的想法。那么谁能从这个事情中得到最大好处？当然是军工复合体啊！所以他们推出这个文件之后，在这个文件中啊，还提出一个观点，就是乔治·凯南搞那个冷战，靠政治手段逐渐去压制和所谓围堵苏联，军事手段为辅，这个东西太消极，我们要更加主动，也就是美国要主动的在全世界各地迎面出击，哪里有共产主义的扩张，我们就在哪里坚决反击。就是要提出以军事手段来取代政治手段，来解决一切的问题。所以正是由于这个政策的通过啊，我们看到4月份这个政策啊，这个文件吧，68号文件完全推翻了3个月之前1月份艾奇逊和美国总统制定的国家外交的政策，完全颠覆了。我估计当时金日成是没有看到美国的68号文件，否则他发动战争的时候一定会掂量掂量，就是在军工复合体的这个强力游说之下，这就意味着你如果是爆发战争的话，美军就一定会介入。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在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人就说啊，是由于中国参加了朝鲜战争，所以导致当时没有机会收复台湾，这主要责任是朝鲜战争。其实不是，是4月份这个所谓的68号文件，军工复合体其实从实际上已经改变了整个朝鲜半岛和中国的命运啊！
这个大家一定要认识清楚。正是由于在朝鲜战争中这个军工复合体又暴赚了一笔，所以他们对政府的影响力、游说能力就越来越强大。这就导致了这个1961年，这个美国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他发表告别演说的时候，第一次郑重地警告美国人民要当心军工复合体对美国政府施加的不正当的影响。艾森豪威尔我们都知道，他是2战盟军的总司令应该说领导了整个诺曼底登陆和欧洲战场的战争，他是见过这个战场血流成河这个场面的。所谓自古知兵非好战，他这种人是非常明白战争对财富是一种巨大的消耗，所以他就指出军工复合体他们现在影响力越来越大，他这种影响力已经可以被每个城市、每个政府部门都能感觉到了而他认为这是一种非常不正当的影响，所有人都应该有意识的防范受到他们这种影响。他提出就是在他看来，就是军备竞赛或者搞军事往军上投钱，在经济上是一种浪费。就是我们所建的每一艘军舰，所生产的每一辆坦克，所生产的每一发炮弹，这从最终意义上来说都是一种经济上的偷窃。你等于是剥夺了很多人应该吃的这个饭，应该这个穿的衣服，都被你军费所剥夺了。所以他指出，你比如说一架重型轰炸机的开销相当于30所学校的这个成本相当于50英里的高速公路这个如果一艘驱逐舰呢，相当于给8000人可以盖房子。所以最终这些东西都会拖累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过了这么多年，你回过头来再来听这个当年艾森豪威尔这些讲话，你还是会认为他的见解是非常深刻的，就是战争只能是有利于这些军火商，但是对于整个国民经济是有极大的副作用的。 In the councils of government, we must guard against the acquisition of unwarranted influence, whether sought or unsought, by 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The potential for the disastrous rise of misplaced power exists and will persist. We must never let the weight of this combination endanger our liberties or democratic processes. We should take nothing for granted. Only an alert and knowledgeable citizenry can compel the proper meshing of the huge industrial and military machinery of defense with our peaceful methods and goals. 可惜后任的美国总统并没有认真去听取他的意见，或者也无力扭转军工复合体对于外交政策这种影响。最明显就是越南战争。在越南战争中，你会看到这个统计数据非常的有意思美国在北越投了炸弹的总的吨位，超过了2次世界大战所有战场投弹的总量2次大战呢，那是所有国家都基本上这个地球大部分国家都卷入了一场残酷的大战，这么多城市要轰炸。这个越南有什么城市它完全是个农业社会，有什么东西可以值得炸的呢？那么谁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巨大利益？每丢一颗炸弹，获利的当然是军火商了。所以整个这场战争唯一的获利者就是军工复合体，他们在整个越南战争中又狂赚了一笔。那么时到今日，我们看一下这个特朗普最近提出的这个新的预算，你会发现新的预算中，国防预算大幅增加了540亿美元，达到了接近6000亿这个水平增加这部分540亿美元，基本是有相当于整个俄罗斯的军费的总和了。这6000亿美元仅仅是基本军费，就是打仗的费用没有包括在内。你要把打仗的费用算进来，你要把老兵的各种退伍的福利算进来，再把其他乱七八糟费用算进来，美国的军费是8200亿美元。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经济被军工复合体的绑架程度之深，不亚于中国房地产对中国经济的绑架。这么高的国防预算，只能说明一个问题：特朗普是把全部的赌注压到军工复合体的身上只要他们支持他，他觉得自己的位置就坐了稳。军工复合体呢，跟这个情报圈的人不太一样情报圈人是高度有组织的，军工复合体呢，它是一个比较松散的一个结构。在这种松散结构中呢，就会存在着不同的利益诉求而且这种影响力倾向于部分的相互抵消。你比如说吧，
你如果说是生产海军舰艇、航空母舰、驱逐舰、巡洋舰这样的一种军火商，他们就比较倾向认同中国威胁论啊。为什么呢？因为在跟俄罗斯对抗和在中东反恐战争中，海军派不上什么太大用场啊。你只有说东海起火了，南海起火了，中国要在太平洋挑战美国霸权了，军火商才能拿到订单呢。我们一定要换位思考，你要从军火商的角度做市场营销角度去思考，什么样的市场是它主打的市场。所以对于海军，他们所代表利益集团，对于海军相关的这些军火商来说，把中国锁定为首要对象是合乎道理的。但是呢，另外一部分人就会提出不同的观点啊。你比如说，生产无人飞机的、生产这个战场机器人的这种轻型武器的这些厂商呢，可能认为反恐战争打的时间越长越好啊。为什么呢？因为反恐战争中啊，你海军用不上，空军太先进了没用啊。只有我们这种无人机是特别有用场。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会力主这个反恐战争啊，要把中东这个问题搞下去，反恐战争永远不能停止啊。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就是传统的武器生产商，比如说搞飞机的啊，搞核武器的，搞这个大型的这个武器装备的，反导弹这帮人，他们会锁定谁呢？锁定俄罗斯啊，因为只有俄罗斯才拥有着跟美国相匹配的这样的一种对抗的能力。这三个部分的人，他们都会通过自己的资助的战略智库去写出不同的关于国家战略威胁来自于不同方向的报告。关于这个战略智库报告，这帮人是怎么写的？我想起一篇文章啊，其实是一个演讲，就是2015年现任的国家安全顾问替代福林的这位麦克马斯特。他做了一篇演讲，他在演讲中就举了个例子啊，因为他也是坚决反对军工复合体干预这个军事采购的啊。他在这篇文章中就提到了，美国有一家啊，就是高技术装备的这样的一个军火商资助了一个智库，搞一个关于未来战场威胁这样的一个安全报告。结果他说，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些人会怎么说？那肯定未来一定是高技术装备的天下，战场上全是机器人，天上都是无人机，根本不需要士兵上前线打仗，一切就是不用流一滴血我们就胜了。他说这种东西是会严重误导军队的，因为他本人他有很深厚的从军经历，而且是打过仗的。在海湾战争中啊，第一次海湾战争中，他带了一个坦克分队被伊拉克坦克这个坦克集群给包围了，是10辆坦克被80辆坦克包围，结果他击毁了所有的敌方坦克，自己无一受损啊。当然，你可以说美军坦克比伊拉克坦克先进，这没问题，但是他的指挥才能是相当卓越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对于他们这种打过仗的人说，就觉得这简直天方夜谭，这帮人就是简直是胡言乱语，完全不靠谱。那么他讲的这个例子，他特别提到了，就是战争真正打起来，不是按照你想怎么打就怎么打，而是要看敌人怎么应对，敌人怎么出招。你这个战争不是说完全按照你的意志来进行的啊。他举了个例子，比如说2006年在伊拉克，这个美军碰到了重大的问题，就是伊拉克这帮人很多反对美国的这些当地武装，他的策略一直在变化啊。这些宗教极端派一开始他们采取的是跟萨达姆一样的这个战略，就是跟美军正面冲突，要把美军赶出去，当然打不过啊。后来调整战略，改成什么呢？改成城市的这种所谓的恐怖袭击，想把美军赶走，还是失败了。最后他们的领导人一想，我们还得变招，又变了一招，就是我们干脆挑动逊尼派和什叶派进行宗派大冲突，把全国搞乱，让全国每个村庄都在流血，用这种招数来对付美军。哎，你会发现，在战争中，对手的策略始终在发生变化。你如果把伊拉克全国都点燃战火的话，那美国待到那成本就太高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美军最后不得不撤出伊拉克。可以说，真正的战争跟那个战略智库报告说的那些所谓的这个那个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他说你要看这个智库报告，一定要看谁出的钱，谁资助的，谁资助了，他一定代表对方说话啊。所以我们会看到，各大利益集团在军工复合体之内的这种博弈是必然存在的，而这种博弈在相当程度上会削弱
整个军工复合体作为一个整体的这种力量，啊，对外交政策它会产生很多分立。那么就整体的军工复合体来说，我觉得他们把俄罗斯锁定成首要敌人的可能性要大于锁定中国，啊，原因有3个。第一个就是可信性，啊，就是你要去卖你的产品，哎呀，你要去寻找你潜在市场，啊，这个市场当然是国会要批预算嘛，你要说服对方，你就要说我们搞这个事儿是绝对必要的。那你说是俄罗斯的这种危险，或者它这个凶悍程度强呢，还是中国凶悍程度强呢？俄罗斯号称北极熊，中国呢是熊猫。虽然大家都有一个熊字儿，但是熊是会吃人的，熊猫不会。这种东西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美国在冷战中已经投入了几十年的宣传和各种各样的这个资产的投入吧，这已经形成了一个全国老百姓一提到俄罗斯都会有一种恐惧的心理。但是你要说的中国要把它说的这么可怕，这得还需要投资几十年才能见效。所以就这个意义来说，就可信性而言，这个军工复合体这些人会思考啊，这是一个成本计算的问题。你说俄罗斯威胁可信这种程度更好卖你的武器呢，还是说中国威胁论更好卖武器？显然还是俄罗斯。当然我不排除中间有些像海军，他们这个利益集团可能会更强调中国，但是其他利益集团会跟他的势力相互抵消。第二个原因，为什么军工复合体会锁定俄罗斯，而不太可能锁定中国，就是一个跟欧洲盟友之间的关系啊，就是我们要搞一个军火的销售，要寻找市场。我这些生产军火不光是要卖到这个美国国内，我还要销售全世界，而且我要通过跟欧洲之间的这个联合，当然包括欧洲市场了，你要让欧洲人相信中国比俄罗斯更可怕，这件事情很难做到，因为俄罗斯在欧洲历史上，它一直就有一种比较吓人的这样一种形象啊，就是按照他们的说法，随时有可能进攻欧洲啊，这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但是你要说服欧洲人相信中国和欧洲会爆发战争冲突，这个销售这个是很难做的啊。所以当你要做一个战略销售工作的时候，你宣传俄罗斯作为一个主要的敌人，说服力会更强，对于欧洲盟友来说，他更容易接受。第三，就是面对和针对俄罗斯的武器系统，它的价值是非常高的啊。你比如说先进战机 F-35，你不能说我是瞄向恐怖主义分子的吧？那你需要花这么多钱 ？F-35从研发到部署到最后运营的各种费用，一共花了多少钱？15000亿美元，在它所有生命周期中间，我的天啊，15000亿美元就搞一架战斗机，你想想看，你要想把这个销售说服美国国会啊，我要花这么多钱对付恐怖主义分子，人家能买账吗？啊，你要说中国比较牵强，因为中国的战机研发跟美国这个落差还是比较大，虽然我们现在也有很大的进步，但是必要性没有这么强。只有俄罗斯，它的空中战力跟美国虽然历史上双方是差不多的，虽然现在比美国弱一些，但是仍然具有可信性。啊，还有呢，反导系统、导弹系统，这些东西都是针对俄罗斯的。啊，为什么你说面向中国这个东西不可信？你要搞很多像反导系统，投了3000亿美元了。在情况完全良好的、完全理想情况之下，拦截率只有44%。你如果说面向中国和北朝鲜，说服力就不够，因为什么？反导为什么要防止导弹啊？就是导弹本身并不可怕，它是弹头的问题啊。如果说你不是核弹头，那不过是个大型的炸药包啊，虽然我防不住，但是损失不会太大。关键是核弹头，而核弹头呢，只有俄罗斯和美国这有好几千枚。虽然大家说要裁减到1500多枚，但是这个数量仍然足以摧毁全世界好几次。中国的核弹头这个数量是远远低于美国和俄罗斯的，具体咱们不敢说，但是至少是低一个数量级。所以你说你要花这么多钱去主要面对拦截中国的导弹、拦截朝鲜导弹，这个也是很难卖的。而这些研发是特别有价值、利润特别高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锁定俄罗斯比锁定中国更划算啊！就是从商业角度来说，成本更低，收益更大，利润更高。那么为什么要探讨这些问题啊？就关键是我们以前在分析这个就美国、中国之间的关系，或者分析所有国际政治的关系的时候，就是我们往往
忽视了很多细节问题，或者忽视了它内部势力集团博弈的中间的一些细节的问题。如果不把这些问题看清楚，你就不可能去搞明白啊，它内部说我要搞一个政策调整，它能不能做得到，能不能行得通？通过这2个月的实践，我们已经观察到了啊，不管是这个特朗普也好，还是这个福林事件也好，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他想调整对外战略，要想跟俄罗斯和好，首先啊，这个情报圈的人和军工复合体就会站出来反对。这种反对将足以产生否决的效应。